Hello， 大家，这一集影片呢是记录我这次在葡萄牙旅行的 vlog。这次带了这个小挂钩，可以当帽夹，也可以放保特瓶，非常的方便，还可以连接背包跟行李箱。从台北飞到杜拜大概是在9个半小时左右，然后我们休息一下之后，又会从杜拜飞到里斯本，飞行时间在8小时，所以总共的飞行时间呢会是到17个小时多。那加上转机的时间呢，其实一天就差不多过去了，所以算是一个蛮硬的航班。然后很幸运的是，这一次我们有看到彩虹。去完贝伦塔之后，我们接下来要去的是发现者纪念碑，又有人称为航海纪念碑。它的位置位于里斯本贝伦区的巴西利亚大马路上，就在圣哲罗姆派修道院的正前方。那这个位置也刚好是葡萄牙人在航海时代出海的地方，所以旁边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船。
里斯本不是一个平坦的城市，它有非常多的山丘，所以又被称为七丘之城。那为了顺应这边的地势，诞生了特别的一个交通方式，就是大家常常在明信片或观光的介绍片上看到的黄色电车。那现在我们就是要搭上这个黄色电车，去游览里斯本的市区景点。这也是非常多的游客来里斯本必备的一个行程。我的建议是，与其就直接在站点傻傻的等，不如善用 Google Map， 可以及时知道车子什么时候会来。坐完电车之后呢，我们有一小段的自由时间。老实说，这么短的时间，我们是没有办法好好的认识里斯本的。有很多清单上我想逛的店呢，都没有时间逛到。但我想，这也为下一次再来这个城市留下了一个非常美好的理由。我们在附近找了一间冰淇淋店，这是我在这次欧洲行的第一支冰，成功的惊艳到我。这次欧洲旅行呢，我们给自己一个小目标，就是每天要吃一次 gelato。所以这支影片的一个小 bonus 就是我们会推荐不少的 gelato 店，而且都在一些知名景区附近。回归正题，这间 gelato 我推荐指数是5颗星，必点他们的榛果口味，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榛果。在冰淇淋的对面有一间卖葡萄牙纪念品的商店，里面有很多他们自己做的文创商品。然后我们也买了一只伞，在我之后的西葡战利品里面会跟大家分享。总之就是蛮推荐大家去那边选购纪念品的，品质不错。Your father don't like me, says I'm unsuitable, but he doesn't know it like you. I treat you like a princess. 这时候距离我们出发已经快2天了，所以眼皮也很沉重，所以这餐的印象我没有特别深刻的，没有吃的很多，但这个肉桂凤梨呢，蛮惊艳的。房间呢，就是中规中矩。好了，那这就是第一天晚上，我们明天早上见。这是第一间饭店的早餐，这是自动松饼器，然后还有一杯 espresso， 然后还有一些这种欧式的经典早餐，加一个优格，很丰盛。早安，我们要去克利夫拉大学。是在葡萄牙里面转下来的。是葡萄牙的休息站，也是有卖一些纪念品。葡萄牙他们有这个公鸡的一个故事，所以
代表幸运。昨天去里斯本没有看到，现在在休息站有卖。这边有一个很有名的甜点叫汤土狗嘛，它是由酥皮包裹蛋黄杏仁做成的甜点。那刚好休息站有卖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个来试试看。我们现在在休息站嘛，然后刚刚呢就买了一个它有卖的那个甜点。它吃起来的口感是它有薄薄的像纸一样薄的脆皮，然后里面呢是一个黄色的甜甜的馅，我其实也不知道那是什么，不过吃起来还蛮好吃的，所以如果有来到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可以买买看。那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科伊布拉的街区。感觉这个城市就非常有历史的韵味，然后这边有一些纪念品小店。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葡萄牙最有名的纪念品就是软木塞，所以会看到有很多软木塞的包包、帽子啊，一些制品，所以大家也可以看看自己有什么喜欢的造型，喜欢就把它买下来喽。开人像吗？对啊。哎，我可以把它放掉。中午吃饭你就总要去吃。那我们午餐吃的呢是葡式烤乳猪，地道上的是经典的1比1火腿搭配哈密瓜。这种火腿是腌制过的，搭配哈密瓜的甜味，吃起来呢别有一番风味。那葡式烤乳猪为了解腻，所以它会附这个生菜，还有薯片来搭配这个烤乳猪。这个葡式烤乳猪呢，据说是在葡萄牙很有名的一种乡村料理。这间餐厅呢，也是以葡式烤乳猪出名的一间餐厅，所以呢，这个旅行社也算是蛮用心的。甜点部分呢是巧克力蛋糕。那吃饱之后呢，我们又在科伊布拉附近找了第2间的 Gelato。这一间呢是这附近看起来评价蛮高的一间店。我们点的是这个，这是开心果，然后还有 Dark Chocolate 跟这个口味。翻成中文就是开心果黑巧克力跟焦糖无花果乳清甘露。我最推荐的是无花果口味的，如果有来这边的话，也可以吃吃看这间店哦。波尔图是葡萄牙的第2大城，第1大港，以杜罗河口闻名，是波特酒的发源地跟出口中心。
接下来要介绍一个葡萄牙的算特产店嘛，它是卖果酱巧克力的。它的果酱呢包装的很像护手霜一样，蛮可爱的，有成水管巧克力。在那个果酱店的外面，然后我们买了2个那个 Travel 的小的尺寸。你进去之后，店员会给你们试吃。那我是觉得果酱吃起来就是见仁见智，所以我会觉得如果要买来送人的话，你还是买巧克力的会比较就是保险。那今天在波尔多的晚餐是中餐，这一餐呢就是中规中矩，因为跟团嘛，要照顾团体的口味，所以整个旅程中都会安排一些中餐。那这个的话，就是当地的人也会来吃的一个中餐厅。吃完晚餐就回到今天的饭店啦，依旧是一间中规中矩的饭店。那我们就第4天早上见啦，晚安。早安，今天的行程是我们要去莱罗书店，然后再到证券交易所外面拍个照。最后呢是杜罗河游船，接下来就是拉车355公里到萨拉曼卡。我们这一次在葡萄牙的天气，老实说都是蛮冷又阴的，所以其实照片拍起来也没有特别好看。现在回头看就发现灰扑扑的一片。
一路一直走，上坡，上坡，上坡。下的非常的大，我们现在在等上船。结果因为天气的关系，根本没有风景可以看，所以坐餐这一段就省略啦。我们午餐吃的是葡式炖海鲜料理。就有加马铃薯之类的。应该是海鲜饭吧。那这食物的口味，我觉得就见仁见智。看我的表情可以知道这不合我的口味，哈哈。点心的话，又是一个巧克力蛋糕，但这个比较大块。那吃完午餐之后呢，就会开车前往西班牙的萨拉曼卡。所以葡萄牙的旅程就到这边告一段落。我们下一集西班牙的 vlog 见吧。